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莫老村，来到莫老村一定要来看看农家大院。实际上之前我在这边拍过一个视频，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面留言都说啊，湘西很难得一见的地主大院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从这栋房子的一砖一瓦都可以看得出，它是非常具有我们苗族特色的一栋房子。看看这边的青砖墙上面的花纹呢，画的是栩栩如生。这个好像是一只鹿，这边呢代表的又是什么？还有最顶上镜头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白颜色和黑颜色相间的，都是非常具有我们苗族特色的建筑风格。那这样的一栋房子，它始建于清朝的嘉庆年间，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地方啊，到今天都是非常偏僻的，我们开车一趟过来真的挺不容易。这里距离边城镇大概有10多公里，道路是弯弯曲曲。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座地主大院呢？随着石头的镜头，我就带你们走进院子里面去看一看。首先呢，这座院落它建在200多年之前，以前这边的交通更不方便。大家都知道我们湘西呢交通是很闭塞的，以前我们要出去的话全靠走水路。那这座房子的下方呢就有一条清水江，沿着清水江一直可以走到洞庭湖，走到园林。所以说在以前交通不便利的那种社会环境下呢，走水路那就非常的方便了。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再去看湘西的一些人文啊，一些古建筑啊，大部分建在河边。就像这栋房子呢，200多年前建的，距今呢保留的非常的完好。我感觉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可能和山西那边有所不同，那边呢大概都是几进的，我们这边呢基本上只有一进门，那边呢就是大门，进来之后就是这户人家的院落了。整个院子呢打上了围墙，大概高3米左右，都是青砖结构的。这样的一栋房子呢，它实际上结合了外地的一些建筑风格。我们苗族的房子呢，它是没有这样的青砖墙的，基本上都是木房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青砖墙呢？以前据说啊，村里面的老人说，这个地方呢，当地人贩卖的是一些木材还有桐油，他们拉到园林洞庭湖那边去贩卖，然后呢从那边带回来一些盐巴、布匹，还有一些比如说实用的一些东西，一个商品之间的交易吧。久而久之，这个莫老村呢，它就形成了一个码头。很多外地人呢，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200多年前，可能这个地方还比较繁华，很多人来到这边呢，会住在农家大院这边。他们做生意的，比如说一些外地的商贩，他来到这边落脚了之后，就会找到一个类似于一个落脚的一个商店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可能在以前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形成，所以这么偏僻的地方建造了这样的一座农家大院。了解它的历史，根据当时候的社会环境，可能也就不足为怪了。那这个话题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可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座农家大院呢，在我们整个湘西州都算保存的非常的完好，而且距今呢，这栋房子依然是住着农家的后代。这栋房子呢是5开间的木房子，每一个地方都非常具有历史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立柱啊，虽然没有多大，相比现在新建的房子它显得比较小，但是呢它在200多年前找到这样的木头也确实不容易。包括这栋房子上面的这些窗花，这些雕刻都是栩栩如生。
而且每一个图案都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一面，它的纹路呢，你看这上面雕刻的像一只什么鸟的，这边呢又类似于梅花一样的，这边呢也有不同的雕刻。这样的房子啊，我走了湘西很多地方确实没有看到，包括我们镜头可以往上面看一下，上面呢有个好大的，怎么呢，叫做一个雕刻吧，也可以叫做牌匾，就在大门口的上方。上面呢大家可以看4只脚，它是有4只大蝙蝠的，这中间呢有2只小一点的蝙蝠，看起来这个字呢像一个喜字，它所代表的寓意呢就是福禄寿喜，很有特点吧，朋友们。光这个雕刻这个牌匾呢，我估计都价值不菲啊。还有这栋房子的每一个房门，它进去的位置都会摆上这样的一块大石头，一呢是方便人踩上去，第二个呢可能它会还起到一个什么的作用呢？一般农村建房子，它的门槛都比较高，尤其像这些地主大院呢，还有个寓意就是说，想要进入这家门呢，你必须要跨过他们家的这个门槛。哎，这家人还挺不好进的，说明这家人可能比较有钱之类的。这栋房子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现在是住着人，但是它整个堂屋呢，还是有点点长了一些绿苔的。和这边的天气还是有点点关系。整个堂屋呢是没有多大，大概也就20来个平方左右吧。里面的装修呢，基本上是我们苗族的装修风格，很密闭的那种环境。走到房子里面呢，你会瞬间感觉，可能光线没有那么好吧。墙壁上，也就是这些木板墙上面涂抹的都是一层桐油。这层桐油呢，它对于木板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首先呢，不容易长虫，时间久远呢，对于木房子保护很好。再一个，涂抹了很多次之后啊，它这个木板它会越来越黑。像这样的桐油啊，估计已经涂抹了10多遍之后嘛，才变成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继续往外面走，去看一下这栋房子。这栋房子的主屋是5开间的木房子，在它的旁边还建了2处厢房。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些厢房里面全部都上了锁，无法进去的。实际上200多年前的房子，以前肯定很热闹的。这样的厢房曾经也住了很多人，对不对啊？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是没有那么多。这户人家呢，现在依然是住在主屋里面，也就在这个房间，所以厢房呢基本上是空出来了。以前啊，这栋房子据说是2兄弟建的，后面呢有一兄弟搬出去了，在后面呢也建了一栋房子。房子盖的都是我们湘西非常具有特色的青瓦，确实它的每一个外墙角落啊都很有建筑风格。这样的建筑风格呢，在我们湘西苗族的建筑里面基本上是很少见的。还是因为主人家呢，可能当年做些生意之类的，和外地接触的比较多，把外面的一些建筑风格呢给采用进来了。据村里面年长的老人说，他说外墙的建筑风格，包括这些雕花的啊，他们说是从四川那边给采用过来的。这样子一结合，它对于木房子的外围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这么看过来也挺有特点的。这栋房子啊，在以前建好的时候，因为没有水泥嘛，地面铺的都是
山上的青石板，时间久还是有点凹凸不平，并且现在石板缝中间长了一些杂草。从这边有一个过道，我们可以走到房子的外围，给大家看一下外墙的青砖结构。房子里面住着人啊，还在打着电话，但是房门是关上了，我们就不方便进去采访了。每一个房门都是这样的大石头，其实从石头的磨损程度都看得出这栋房子的古老，被人踩在上面已经没有棱角了。这底下铺的都是青石板。房子的外围全部都是青砖结构的，所以对于木房子的保护是非常好。大概基础60公分左右都是用石头垒砌了，上面呢再用青砖砌墙。其实砌这么高的院墙，我突然想到，我们湘西这边不是在解放之前匪犯非常的严重吗？可能这么高的院墙也是对于房子里面的主人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吧。这栋房子的周边已经陆陆续续修建了很多房子了，看这栋木房子建得很漂亮，还是2层楼的房子。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说，想在湘西里面找一些很有特色又很古老的房子，把它租下来，然后呢开发做民宿，或者自己在这边1年住几个月。那你们觉得就像农家大院的这栋房子，让你来这边住，你能住得下来吗？朋友们，200多年历史的房子保存完好，确实很难得啊。走进这栋房子，感觉挺安静的，一砖一瓦，可能都在讲述着他的故事。非常喜欢这样的房子。那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栋房子能代表我们湘西的一种建筑风格吗？如果让你来这边居住，你能住得下来吗？好了，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继续回到乡里面来看木匠师傅他们做前2天装好的楼板，还有些收尾的工作没有做完，今天要继续来做完。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右手边的厢房之上，待会儿呢带大家去2楼看一下。现在我是站在厢房的顶上，从这边看过去视野很好，对不对？这边的积雪还是很厚的，之前我们装模下一些模板全部是堆放在这边，还没有来得及放下去。这一根太阳能的电线杆是安装在这边，晚上还是亮着灯的。这间厢房之前也给大家说了，以后我们想在这边在夏天的时候乘凉，在这边休闲喝喝茶，因为视野比较好，位置比较高。但是从木房子的这个地方呢是没有留门，之前木匠师傅安装这块板子的时候我没有在家，所以把这边全部给封住了。那后期我们装修好这栋房子的时候，
要想办法从这边留道门出来，可走到厢房的顶上。毕竟这么宽的一块地方是可以完全的利用起来，或者以后我们在这边搭建一个阳光房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邻居家的屋顶上这边是烧柴火的位置，这些雪已经融化了，但是底下的雪还没有融化。在农村里面，如果是建木房子，盖这样的瓦片，在冬天的时候下雪啊，它是比较有利于这些雪的融化，它不会整块的掉落。大家再来看一下，那边是盖的琉璃瓦，也是砖房子，没有烧柴火，但是顶上已经融化了。像明天的话，这一整块的雪它会全部往下面掉，还是挺危险的。那我们这栋房子上一期的视频也给大家说过了，我们在去年建房子的时候，在上面装了很多法扣，现在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这些雪啊，基本上是还有厚厚的一层，没有看到就是说像我舅舅家那栋房子一样的融化了啊，基本上没有了。但是我们这边还有很厚的积雪，就是这些防滑扣所起到的作用，可以把这些雪给扒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装好的防滑扣了，间隔大概6公分左右嘛，我们就装了一个防滑扣。这些积雪啊，完全都是靠着防滑扣这样子给它锁住在这边的，它就不会整块的掉落。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是有人站在底下，在雪化的时候，一整块一整块的掉落，砸到人的头上是非常痛的，非常的不安全吧。整个防滑扣我们用到了1000多个吧，这栋房子还是用量很足。踩在这雪上面是响声挺舒服的。这场雪下过了之后，马上就迎来立春了，基本上我们山西这边也不会再下雪了。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天气吗？好了，那闲话不多说，我们进到房子里面看看木匠师傅他们在做工。你先给打工给你。之前不是给大家说过吗？我们这2楼的木板之上是留了一块板子没有装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板子是有讲究的，一头大一头小，在木匠师傅的口中呢叫做尖板，它有一头是尖的，相当于要把这块板子从这边慢慢的敲进去，挤压进去。那现在就有个师傅在上面安装这块尖板，我们走上去看一下。这些板子都是拼接的，我们在市场当中买的板子是2.2米、2.5米，最长2.1米。像我们这房子大部分都是2.2米的板子，也有2.5米的板子。像这个板子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接口的，一块接管组成了全部的路，所以这些板子装好了之后，每一块都要打上钉子，这样子更结实些。把多余的地方又画线，然后切割走。这一块肩板现在也要量尺寸了，量好了尺寸下去做，做好了之后再上来安装，要来来回回这样子跑好几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之前是有一块方子加上一洼子，
现在把这块方子已经锯掉了，这个瓜子掉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把方子去掉了之后，主要就是把这里的坡道给提高。木房子就这点比较好，都是榫卯结构，随意的去掉一块方子或者半截的瓜子，基本上对于房子是没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要把这根不落地的柱头，也就是管子，用锯子锯掉，然后在上面还要加一块方子，变成对面的这个样子。对面的之前墙子已经是做好了，相当于那边的过得更高一些，这边就太矮了，总是碰到头。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块肩板做好了之后，师傅用这样的一个小工具往上面擦一下。大家知道这是干嘛吗？实际上这是在打油，这样子更润滑一些。现在就准备要安装这块肩板了。那这边又需要拆掉之前装好的板子，是榫卯结构的，可以随意的拆。这块也要拆。把这边的位置清出来之后，就比较方便做工了。师傅在那边敲，我踩在这上面，感觉这个板子都在动。这前面的缝隙是越来越小，但是板子有这么大。还差了大概50-60公分。那这后面的板子就要开始钉子了，因为通过这样一个键板挤压，这些板子有可能会被挤出来。先打上钉子，基本上就不会被挤出来了。应该两边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些钉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并不是完全的进去，还是留了高度的，大概有个1公分左右吧。这边板子基本上已经被挤压，看不到皮了。包括这边也都是需要打上钉子的，要不然就把那两边的板子给拱起来。差一点点了。这时候好，这就好了。上面的板子装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底下看一下。这底下的板子要更平整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正面的板子给放在下面，
因为在这底下打磨是不好做工的，上面打磨就要更容易一些，所以我们的板子正面是朝下，这个样子我们只要把方子打磨好，然后就可以上2遍底漆，2遍面漆就行了。我问大家，这底下要不要再做一层吊顶，也就是用桑拿板再来做一层？我觉得房子上也是原汁原味的那种农家房吧。这么多年木房子都是这么装修的，整体看起来的话，这些方子也不影响整体的效果。大家觉得呢？以后我们准备在这些方子的边上会做上一些射灯，包括这些灯线，我们都是装修好了房子之后再来布置。如果还准备做一层桑拿板的话，灯线就会从2边的板子中间，不是有缝隙吗？从里面走，就看不到这些灯线。当然有利有弊，木房子啊，走线是最关键的。2楼的楼板已经铺好了，然后我们还种多的杉木板，这些板子都准备要清理出来，然后再做隔断墙的。这边还有每一块肩板都是在上面量好了尺寸，然后木匠师傅在这边加工完成，再拿上去安装，还是挺麻烦的。做木工也不容易啊。好了，朋友们，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请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还是决定采用大家的意见，把身后这个蓄水池给拆了，要不然在视频里面真的太多人说了，好多人吐槽。那整个蓄水池之前我们砌砖的时候，应该是用了160个砖，那拆下了之后，这些砖到底还能用吗？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水泥砖里面，因为都是空心的，我们砌好了之后，马上是灌满了水泥砂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每一块砖的重量大概有70-80斤了，就很重了。还好，这样子拆下来之后，这些砖还是整体的，应该还是可以用。整个蓄水池大概高度有1.6米左右。这个时候啊，只能一块一块的这样子慢慢去拆。还好啊，我们没有粉刷，要是粉刷好，更麻烦一些了。那这个蓄水池拆完了之后，我给大家来算一算，总共花费了多少，我们是浪费了多少。我记得啊，有些朋友在私信里面告诉我，如果你不把这边拆了，我就取关了，不看视频了。真的，这个蓄水池的影响太大了。很多评论我都不敢回复了，大家应该也发现了，确实在这个位置呢显得是格格不入。虽然我们整个院坝是很宽的，但是最靠前面风景也是最好的，这个蓄水池还是真的太影响风景了。当然这些管子
我们之前接好的依然是没有变。我们准备从楼上装水塔，然后呢从那边接管子下来，以后在这块位置同样会去接一些水龙头，在这边依然是可以用水的。但是在厢房的顶上我们就不准备砌砖了，直接去城里面买不锈钢的水塔，或者去买一些胶的水桶，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两边的厢房分别放上2个大的水桶就可以了。这边灌满了水泥砂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很密实很结实了，只能慢慢的去拆。其实整个池子里面都开始蓄水了，这2天是下雨。这些砖啊，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不是我们要砌围墙吗？刚好这些砖可以在那边砌围墙，因为比较重，砌底下的那层还是可以的。如果是砌到了大概1人高左右，那真的是搬不起了。只遇过失眠，也只遇过离别。转过身的背影，想到还是一样那么清晰。想象过拥有，也想象过失去，却还是忽略了失去后的感觉会那么难以呼吸。想变成你最爱的毛衣，好拥抱你，哪怕在原地一起走过四季。想要变成你最美的记忆，看着你就已经足够我回忆，挥之不去。这些泥土我们都是从地下车库那边转运上来的，全部都需要回填在卫生间里面。刚刚我们算了一下，整个蓄水池用到了160个砖，2块7一个砖拿到这边，大家可以算一下损失了多少。实际上严格来说也不能说这些砖是不能用了，毕竟只是灌满了水泥砂浆，稍微清理一下还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只能算损失的人工吧。2个师傅用了1天的时间砌好这个蓄水池，拆的话用了2个多小时，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损失，加上一些水泥砂浆，大概估算吧，应该这样子一拆损失了有800块钱左右，你们觉得合理吗，朋友们？所以说在农村里面建房子没有提前设计好，这是我的失误。当然既然已经失误了，我还是吸取网友们的建议吧，把这边给拆了。确实在这边不太
这个是影响了整个院坝的美观。拆掉了之后，这个位置风景更好了，整个院坝四四方方的，显得很大气。以后在这边准备是做一个户外的厨房，我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做。我还是会去征求网友们的一些意见吧，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在视频里面留言的朋友确实很多，说的很中肯，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的话真的挺不入耳的，我都是仔细看了，但是整个蓄水池的评论我是没有回复的，因为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吧。所以大家也请别再纠结了，既然我已经拆了，接下来整个院坝我也想多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还好这边砌好的时间没有多长，还没有完全的凝固好。要是过一段时间再拆的话，那这些砖基本上应该是全部敲烂了，应该没啥用了。师傅还在上面拆蓄水池的砖，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已经做好了硬化，并且开了一个面。这个位置是一个斜坡，实际上也是方便我们自己，也方便大家吧。如果是 SUV 的话，是可以开到这个盖檐底下停车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个10公分左右的高低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之前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说这边别留那么高，以后方便自己也方便村里面的邻里乡亲。确实啊，我们也大概只留了这么高左右吧。反正像一些小轿车呢，肯定是不能开上去，但是 SUV 上去肯定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留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也是为了防止一些比较重的车辆会直接开到我们的盖檐之上。实际上今天那边已经有车子在开了，还好我们是放了几块大石头。这个位置是还有10多个平方还没有硬化，因为沙子不够。今天下午会送7方沙子过来，底下我们准备倒个1、2方左右，上面邻居家的院坝全部倒在那边，因为上面的房屋盖檐还有很多位置都需要用到沙子。实际上最大的问题还是这块了，如果不摆放这几块大石头的话，确实很多车辆是直接沿着我们的立柱去开车的。这边是纯的一个斜坡了，和路面基本上是平的，相当于把整个进村的马路加宽了许多。以后这边是可以停下大概2台车的那个样子，这边也可以停下大概1台车左右吧。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子去做合理吗？朋友们，那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已经把这个蓄水池给拆好了，总共花费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大概也就800块钱左右吧。我觉得还算及时的去把这些错误给更正过来。好了，
不多说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